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先欢迎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要来关心的是中东情势，是我们今天的主大题哦。是以哈谈判到底接下来和平有没有望，还是假象呢？沙国最新消息投向了中国大陆的这一方。那么另外一头，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胡塞组织，则是用导弹来狂轰耶路撒冷。中东现在全面要失控了吗？今天一起来做关心。首先，节目开始先关心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哈马斯在这一次的和平谈判之下，真的他会愿意放下武装吗？还是他根本就对美国跟以色列基本上是不信任的，绝对最后是不会妥协的吗？这第一题。第二个问题是，以色列现在喊停火，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仍然是针对加萨地区狂轰滥炸，是真的想要谈判吗？还是趁着谈判的时间，还可能再度的对哈马斯来下重手呢？最后一个，今天会来特别关心的是，沙烏地阿拉伯据传现在已经靠近了中国大陆这边的方向来靠拢，有没有可能买歼20呢？现在也有各种的说法。另一头，今天也会关心的是胡塞组织的导弹狂轰耶路撒冷，中东现在到底是重组还是战争已经要全面失控了？今天都会一起做解答。我们先来看到最新消息，10月7号这一天，终于是以哈战争满了2周年的日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2周年之际，目前呢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这边正在爆发一场比较大的一个示威的活动，25万人走上了街头，被称为叫做红线游行，抗议的是以军攻占了整个加萨市，因此他们呼吁赶快停火吧。另外，这个战争已经到现在已经满了2周年了。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数据。首先，哈马斯总共是杀害了1200人，掳走了250人，但是以色列它的攻击是更大的、更强烈的，是不成正比的。以色列目前已经杀害了6.5万人，那么16万人受伤，还有190万人至今是在这一场战火下流离失所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在10月6号这个关键的一天了，因为以色列跟以哈即将要在埃及这边来做的就是停火谈判。在停火谈判之前，我们来看到川普已经先放话了，他威胁哈马斯说，交出加萨的控制权，否则你还是会被彻底的消灭掉。当然了，哈马斯也有提出他的3大主要诉求：第一个，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第二个，以色列的国防军队必须要完全的撤出加萨地区；第三个，要释放这一些重刑囚犯，这样子做才会愿意把以色列的这些人质给交出来。同时，有几个国家现在也联手呼应了川普的这个停火方案。这8个国家包括了埃及、约旦、阿联跟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国跟卡达等等。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谈判期间呢，以军却是仍然现在在空袭，即使国务卿卢比欧说现在应该要暂时不要再轰炸了，但是我们看到以军光是4号这一天就炸死了36人，这当中更是包含了儿童。这到底以军有没有想停火呢？外界也是画上一个问号。那么本来是要送给加萨地区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这些重要物资，也遭受了攻击。它是全球监狱船队的物资被拦截下来之后，在这些上面的人士这些公益人士他们有特别讲到说，针对以军对他们做一些非人道的攻击跟拷打等等。其中被抓下来被羁押的这位是环保少女桑伯格，她也被逼迫。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就拿着国旗，并且根据他的说法，他说以色列逼迫他得在大家面前亲吻以色列的国旗，并且拍下了这张照片。还有来自于加萨妇女自己亲身的控诉，说自己被逼迫以身体来换取食物。这个是来自于加萨地区妇女的最新说法。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大使怎么看了？哈马斯接下来真的会愿意放下武装，交出加萨地区来做这一场和平谈判吗？还是他根本也不信任美国，根本也不信任以色列呢？那以色列的做法到底是什么？他说要谈判，但是一边又狂轰炸，大使怎么看？这个哈马斯会不会放下武器？事实上，在谈判之前，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谈了几天就会知道。
所以现在在10月6号开始在开罗的这个谈判啊，那么美国现在又搞了一个所谓的时间压力，他说这一次只谈1个礼拜，那1个礼拜谈不好的话，那到时候再看，那川普可能又要放出这个威胁的话语。那不过虽然双方的人这个坐下来再谈了，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代表都在这个埃及聚会了，然后美国的这个包括川普总统的女婿，还有他的这个魏科夫啊，也是川普的好朋友，他的中东特使也都去了。所以呢，目前就哈马斯来讲的话，他讲的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说他会释放所有目前还在手上的人质，如果有这些人质的尸体的话，他也会把他们交出去，就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话，是不是像川普在他20点的这个声明里面，这个方案里面，第一个你要缴械，第二个你要撤出来，你要把加沙人叫出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哈马斯没有明确的承诺，那个就要看在谈判的时候到底是如何。不过对于将来未来的这个加沙走廊的话，怎么治理？就如果和平了以后，怎么治理加沙走廊？其实哈马斯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建议，他说应该由巴勒斯坦人的专业人士组成一个这个治理的团队来治理加勒斯坦这加沙走廊，也就是说还是8人之8。那这些都是这个哈马斯部分他所做出来的承诺。那对川普来讲，他只听说哈马斯说要把剩下的人质大概40多个吧，还有他们的尸体交出来的时候，川普就说这个事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这是我解决了一个人类3000年来的一个问题。川普想拿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拿疯了，所以他讲他只要人家他开了20点，人家答应他2点，他就已经变成怎么样？他已经大胜利了。那不过说实话，这个谈判现在正在谈，我想你会说他会不会放下武装，然后交出这个加沙？你觉得吗？这些人命都不怕，命死了那么多人，对不对？他交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是投降吗？你觉得这些人会投降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那川普反正诺贝尔和平奖很快就要公布了，如果没有他的话，那川普可能也兴趣不大了。那就再回去继续打吧。所以这个世界好像很多局势都是川普出来才搞得定。不过这次以色列愿意配合演出，主要是川普玩硬的。川普这个事实上很多传闻说，川普跟这个内塔尼亚胡事实上电话里讲的时候，川普发怒，用3字经，然后呢对付这个内塔尼亚胡。然后另外一方，内塔尼亚胡前阵不是到美国去求救兵吗？结果在这个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这个内塔尼亚胡被逼着做了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川普说打电话，拿个电话来现场拨。拨给谁？拨给卡达的总理，道个歉，说，那个卡达总理你好，我是川普这个内塔尼亚胡就坐我旁边，他要跟你道歉，然后就叫内塔尼亚胡当面跟他道歉。当然，内塔尼亚胡也不是省油的灯啦，他也不吃眼前亏啦。不过所以说，我看昨天6号开始谈判嘛，在谈判之前，很多西方的媒体，尤其欧洲媒体都在说，以色列到底停止攻击没有？那个时候在6号早上没有，然后再讲到这个现在你说这个在阿姆斯特丹20几万人上街其实他们是抗议他们欧洲人为主的这个全球监狱团队被以色列全歼，没有一个可以去发放他们的人道物资，而且所有的船都被扣，是，然后人有些来就给你羞辱一下、教育一下，就给你遣返，所以这一次。欧洲主要有差不多40个国家，40多艘船，以欧洲国家为主的这个欧洲人道援助大军被以色列完全歼灭，那所以他们不上街，他怎么发泄他们这个挫折感？
所以我们一边看到的是以色列，它在这个和谈的期间，它仍然是持续的轰炸。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在中东许多的国家对于以色列或者是美国还是具有极大的不信任度的。尤其我们今天要来特别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一回，是不是他希望能求助中国大陆的帮忙呢？指的就是这些比较具体的，在军事武器上是否他要转向大陆了呢？我们来看到一个是阿拉伯最近疯狂播的一个片段，是他的国庆影片。在这个国庆影片当中，我们来看到画面上，他硬是把大陆的歼20搬到这个影片当中，还涂上了沙国的国旗，并且挂上了这一架飞机它的编号。影片在上架之后是秒删除，但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那事实上，大家也在看说，最实质的就是确实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国大陆最近是有见上面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高层，他的代表团才到北京，跟中方的这个装备发展部的一把手，他叫做许学强上将，他亲自接待，而且双方在当时呢签下了一份秘密协议。外传就在解读说，是不是沙国就在这一份协议中打算甩掉美国投向大陆武器的阵营？这一方是针对沙烏地阿拉伯，另外一头我们要来看到是胡塞组织最近的动作也非常的多，针对以色列进行了攻击，它使用的是巴勒斯坦2高超音速导弹，命中耶路撒冷，逼得数百万以色列的人现在疯狂的逃到了避难所。接下来沙国有没有可能就选择中国制的武器？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开头？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吗？尤其是我们看到歼20，干哥怎么看？歼20是不出口的。那如果说许学强跟那个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签下了秘密协议的话，应该不是歼20，应该是歼35。因为歼35的可能性比较大。为什么？因为它在层级上面是低于歼20一级的。那老实讲一句，歼20类似像美国的 F-22隐形战机一样是不出口的。为什么？因为这种飞机是属于他们的空中的最高的力量的化身，所以说它有很多数据是机密的。那今天也坦白讲，如果要出口歼20到沙烏地阿拉伯，以沙烏地阿拉伯空军的素质，根本连维护都没有办法维护，连维修都维修不了。我说句实在话，像以色列、像日本、像荷兰这些最先配备 F-35的美国盟友，他们对于维修 F-35是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因为一定要美国技师在现场，你还要等料，你不能备料。所以说 F-35是一款第5代战机之中非常娇贵的一个压力跟负担吧。所以大家要晓得说，如果沙烏地阿拉伯是真的想要对中国的歼20有兴趣的话，必须等到歼36跟歼50的第6代战机都成型以后，才有可能可以谈歼20的出口。为什么？因为就是你必须要先发展，先研究，然后再服役。那如果说你确实服役之后，那我们对于下一代的发展也有一个眉目之后，才有可能谈出口。那歼20，尤其是以歼20这种全空优重型的战斗机而言，它的成本非常高。虽然说通常而言，我们跟中国武器跟西方武器在同级武器的比较上是比较便宜的，但是歼20的单价到目前为止，恐怕现在已经到了$1.5千万一架以上。那真的是非常的贵了。那所以说，我相信沙烏地阿拉伯虽然说石油很多啦，但是他也要想一想，到底他买得起买不起。是。那所以说，现在最有可能应该是谈歼35。我觉得歼35是要快速出口，以这个建立他们中国在航空飞机的制造、战斗机的品质上面的提升，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应该是朝这方面去谈才对。好。不过这个现在和平谈判都还在进行当中，6号开始嘛。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几乎是各怀鬼胎。沙烏地阿拉伯现在在军武上倒向中国，那胡塞又攻击耶路撒冷，以色列的方面则是持续的攻击加萨。怎么看接下来的前景？中东战火会不会全面失控？上志哥怎么解读？我想中东的问题一起来，对于全世界来说，尤其国际政治是一个永远不会好的伤口。那么都不会好，
那么偶尔结痂，偶尔又化脓，所以现在就真的是又化脓很严重啊。但我们可以从现在来看，但无论如何，这一次不太一样的部分是，国际上在联合国已经有所站队。站队什么就站边边了。那么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已经超过150个国家以上了。所以在这个结构之下，无论大家是基于同情也好，或基于对以色列的仇恨也好，但这个部分的动作确实对于巴勒斯坦长久以来有一个国际政治地位。虽然它是虚的，可是这是过去没有的哦。所以这里头还是有个很大的意义。我觉得后面的我们看到这些军事发展，因为最后一定会收拢到国际政治来解决问题，也不能小看这个影响力。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另外一方面就以色列跟美国是站在一起的，而且以色列基本上就抓住要打哈马斯，所以从哈马斯当中最后动念，甚至本来就有这个想法，要占领整个巴勒斯坦，要把巴勒斯坦灭国了。这可能是以色列的总体的大战略都没有改变。但是美国现在跟他站在一起，跟美国有点变哦。川普现在为了他和平讲，他要的是停火。他并没有要巴勒斯坦灭国，甚至在里头他要去盖他的海边度假胜地，这里头可能是他的一个杂念，所以就知道美国跟以色列还是有点落差哈。所以我们要看在这样子的结构之下，你说中国跟俄罗斯当中，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虽然现在听到很多军事方面的，尤其采购中国大陆军事说法，但你不得不说，我觉得中国跟俄罗斯都很聪明，因为长久以来中东一直是美国的舞台，包括刚刚思敏所提到的，现在埃及举行会议依旧是川普由美国在主导，阿拉伯国家还是会配合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军事的某方面来讲，北京图的是什么？它不是图了跟美国一样在中东地区有那么一样的影响力。我觉得现在它在图的部分是中东作为一个新仇旧恨的地方，你说要最后彻底解决很难吧？我讲这个是几千年要解决，停火算什么呢？就刚刚讲这是伤口，可是呢，作为阿拉伯国家开始拥有自主意识。在政治、军事甚至货币、美元上，慢慢的脱离美国。我认为是在中东战争当中来讲，无论中国大陆或俄罗斯当中，尤其北京当中特别在意的一点。所以这个局其实大家各有所图，包括现在阿拉伯国家也想成立他们北约的这样子的概念。这里头对抗当然就是对抗包括以色列，但是不会说对抗美国。对，所以这里头有一些分层次的交集，最后证明，我觉得中东问题绝对不可能在短期之内获得解决。好，线上之歌，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现在川普是剑指马杜罗吗？尤其是美军现在大军压进了加勒比这边，那大陆的武器红旗9B会不会成为委内瑞拉接下来的护身符呢？今天一起来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一次来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针对跟这个委内瑞拉，难道下一步就是要对马杜罗来正式开战了吗？如果是这样，那中南美洲是不是要沦为战场了呢？另外来关心的是，确实现在可以看到美军啊，可以说是大军压境，包括出动了他的战机、他的潜舰，还有万人大军，全部都用上了。那么中国大陆的雷达则是来做反制给委内瑞拉使用。美国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还真的敢打下去吗？另外就是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马杜罗呢是盯上了大陆的红旗9B，希望能够用石油可以来换防空系统吗？如果真的拿到了大陆的红旗9B，那么美国的 F-35的优势会不会就被彻底的瓦解了？今天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持续关心，就是美国的后院中南美洲是不是会成为下一场战火？这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川普已经最新下令了，全面暂停跟委内瑞拉所有的外交接触，也终止跟他的总统马杜罗有任何的谈话了。那么他也说了，接下来他透露要开始来关注，就是在路上毒品的走私活动，这是来自川普的说法。他说海上毒枭已经被歼灭了，现在要朝陆地来做搜刮。外媒就认为说，川普这一系列的动作，种种的迹象可以解读，就是美国接下来会跟委内瑞拉直接开战，而美委开战的可能性正在大幅的上升当中。真的是这样吗？川普现在断绝跟马杜罗所有外交管道，代表已经决定要跟委内瑞拉正式开战了吗？大使怎么解读？
现在是已经到了快要开战阶段。可是川普哈，如果开战的话，是不是师出有名？那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川普又那么想得和平奖，他说他解决了人类3000年来的问题，结果呢，他跟委内瑞拉居然派兵去打人家，他还要不要和平奖啊？对不对？那就是说太言行不一了吧？川普的问题呢，就是说他事实上讲话很狠，然后军队也布上去了，可是他又做了一件事，让人家就很怀疑。他悬赏5000万美金，要把这个马杜罗抓到。那其实这种做法的话，就是逼马杜罗被他内部的人干掉。有人想这个把马杜罗脑袋送上去，然后赚5000万美金，这不是好事吗？所以这个已经宣布了蛮久了。另外一方面，美国虽然在海上集成了好几艘所谓的委内瑞拉毒枭的快艇，可是都不是在委内瑞拉的领海，那是在公海上面他击毁的。那这个他只公布影片。那当然委内瑞拉强烈抗议啦。可另外一方面，前几天10月3号的时候，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说，他说他们发觉5架不明的外机侵入到的委内瑞拉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事实上有这种军事威胁的动作蛮多的。可是会不会真的开火呢？现在不知道。那现在他就是把他过去跟委内瑞拉政府接触的外交这个所谓的特使，他已经下令说，你也不要跟那个委内瑞拉政府去怎么讲去接触了，我们现在断绝外交接触。那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能是一种施压。对，因为委内瑞拉虽然看起来这个国家挺乱的，可是马杜罗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已经宣布了，他有一个计划，叫什么呢？叫独立200计划。这个独立200计划呢，他已经宣布要启动284个所谓的战略部署点，284个，动员了250万民兵跟正式的军队，然后老百姓在街头已经举行了好几次反美的游行。这个展现对马杜罗政府的支持。其实我觉得美国当然是希望由压力来造成他马杜罗在国内这个失控，由美国主义的马杜罗的这个政敌来接掌这个委内瑞拉政权，这样他就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如果说不能够达到目的，他是不是真正要跟委内瑞拉的做一场军事的硬拼？那就对美国来讲应该是有一点杀鸡用牛刀，而且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你的目的。那有一点让人家觉得，这个美国大欺小，那最后万一也没把马杜罗搞掉的话，那川普的面子放哪里啊？对，好，不过现在可以看到，美国跟委内瑞拉可以说是战火一触即发，非常非常的惊险之际。当然了，现在呢，大家都把自己最厉害的武器全部搬出来。先来看美国搬出了什么武器？美国呢搬出了它的多架战机，还有核动力攻击潜舰等一系列都战力全部部署到了加勒比海。这当中还包括这边提一下，MQ9死神无人机、8艘海军舰艇、1艘核动力攻击潜舰，还有它的 F-35B、F-22战机等等哦。那么另一方面还再加上了4000名的士兵，可以说这规模非常的罕见。那我们来看看委内瑞拉，它则是搬出了什么呢？除了它在政治上面、在外交上面，现在寻求俄罗斯跟教宗的求助帮忙之外，同时它也把中国大陆的一系列武器给搬出来了。好，包括在空军方面，我们看到苏30、F-16等战斗机，还有各型的雷达，跟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的电侦船、瞭望号等中国武器，他也把它全部列出来了。当然了，现在俄罗斯的外长也出面在媒体上面力挺说呢，他会怒轰加勒比海的升级哦，都是错误的事情。他说接下来会来好好的声援委内瑞拉，但是委内瑞拉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武器系统还是比较多、比较杂的，不管是有来自于美国、俄罗斯或者是大陆、中国大陆的武器，可是，在近年可以说它是比较多专注在大陆的武器上面，尤其是它的雷达。今天要来关注是说，能不能靠中国的雷达来找到美国的隐形战机，让它现形？如果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国还敢继续开战吗？上次哥怎么解读？
委内瑞拉之所以有那么多武器，至少跟其他国家比，没武器好很多哦。不得不说，他当年的那个很疯狂，但我还蛮喜欢的那位有这个所谓的印第安人血统的这个查韦兹，他当时花了很多钱买了各类的武器。当然那时候中国的武器还没有特别起来。当然现在眼前我们要特别关注的部分，其实还是有2个命题。第一个部分是委内瑞拉现在拥有的这个所谓的各国武器里头，包括现在全世界非常瞩目的中国武器。究竟实质有多少？我们现在刚盘点的这些东西，你要知道，中国没有证实哦，委内瑞拉军方也没有证实，而是大家在所有外界在评估、了解、看到一些相关的照片当中提取出来说，可能包括这些东西。所以，到底委内瑞拉手上现在有多少俄罗斯，包括中国的武器，包括待会可能也会谈到，蛋哥会谈到的，包括红旗9B这样子的防空系统，其实很微妙的哦。因为这里头，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委内瑞拉到底有多少武器？有中国的武器有多厉害吗？第2个命题是，美国现在已经大军到那里蛮久的耶，待在那里也不是在做军事演习，每待1天要花很多钱呢，包括4000名以上海军陆战队，还有那么多3艘那么大就驱逐舰跟配套的，还有核潜艇，这个东西你说不打吗？到那里玩吗？所以，可是为什么不出手？所以第2个命题就是他不出手的原因，有没有可能跟现在到底委内瑞拉的这些武器的防空甚至攻击力有关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当中，美国所有自己都是代理人战争啊，中东吧、乌克兰都是。这一波在加勒比海出动的全都是美国自己的武器如果这里当中只要有任何一个飞过来，刚刚就是大使提到了，他已经到了防空识别区，有被锁定被谁锁定？是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还是红旗9B？ 所以这里头就没有再进一步。而且大家特别注意加勒比海的情势现在并不是只有美国跟委内瑞拉而已。要知道，其实很多现在中南美洲国家唇亡齿寒，虽然没有进一步去支持委内瑞拉，可是比如说包括巴拿马，包括南边的几个国家，大家都有还是有军舰在旁边观察，包括中国大陆最新也被验证了，虽然不是说那些侦搜舰，但是一艘医疗舰已经确定就是在委内瑞拉的这个附近海滨。为什么医疗舰在那里？还有其他的舰艇，这个部分其实都还没有外界实质的披露所以我觉得要特别要了解到这个命题本身，美国如果现在真的要打委内瑞拉，他可能要承担刚刚讲现在全世界非常关注的美方跟是不是中方还有俄罗斯军力的风险。9月底的时候还要包括2艘俄罗斯的军机飞到美国的这个航空识别区所以当时美国也来驱逐，从古巴飞的吗？还是从其他地方飞？所以中国跟俄罗斯的力量这一次在加勒比海其实没有缺席。好，所以我们就要看那如果中国大陆它的军武力量加进来，现在传出呢，这个委内瑞拉它确实有意想要买中国大陆的红旗9B，原因就是他看到在印巴冲突当中它非常的厉害，所以他现在非常的感兴趣。到时候到底有没有可能就把它买下来了呢？红旗9B让美军的 F-35无所遁形。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一下画面上红旗9B的一些重点的小档案。现在射程达到了300公里，同时它能够拦截战机、巡弋飞弹、弹道飞弹，并且配合各式的雷达，就能够让美国 F-35B 的隐形优势瞬间归零。干哥怎么看？好，那个其实中国在对付老美的那个高空的侦察机是最有经验的，打下5架 U-2 侦察机，所以当时用的什么红旗2型，现在已经发展到红旗9型了。那红旗2型就是萨姆2型也就是最早苏联援助的这种飞弹，证明非常有效。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如果说马杜罗对这个红旗9他有兴趣的话，但是你必须要去想一想，你付得起付不起。红旗9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系统，它是仿制俄罗斯的 S-300系统而来的。那 S-300被认为是在目前全球仅次于爱国者3型飞弹系统最有效的防御武器。为什么？因为它能在很复杂的环境之中，它可以先锁定100个以上的目标，选择最有威胁的8个目标，然后马上发动攻击。它以连为单位的这个防空飞弹系统单位的话，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反应过来。但是我还是必须要再次强调，连全球战果最好、打得最多、用得最多，然后呢，一天到晚都在使用爱国者飞弹的以色列，他都必须要承认，
爱国者3型它的总拦截率是57%，啊，这么低啊！我可以告诉各位，已经非常好了，已经很好了。也就是说，拦截率平均在60%以上，这个左右，这个飞弹算是好的了。所以它的失败率还是有这么大的获燃率。所以大家要晓得，马杜罗他今天如果说他要买红旗9的话，对于委内瑞拉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南美没有人有这样子尖端的武器。红旗9的性能是不必再怀疑的啊，因为它是源自俄罗斯过来，然后它现在更是精进的那个技术，已经接近俄罗斯最好的 S400的那个性能了。当然，俄罗斯还有更好的 S500啦，那还没有出来。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门不错的生意，就看这个马杜罗他是不是马上要做，要做要快。为什么？可能马上就打到你的头上来了。那 F-35打过来的话，你恐怕是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反制它。所以我在猜这个军售是不是已经在暗地之中进行。不过美国要打的话，大使刚才讲对了，这真的是我跟你讲哈，对，你违反国际法，对，你怎么可以打你的邻居是这样的打法呢？所以重兵啊，兵临城下，坦白讲一句，国际之间是根本看不下去的，大家都会觉得以大欺小。其实川普你在正当性上面完全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在中美晶片战，我们带观众朋友关心，先前黄仁勋不是说过吗？他说迟早有一天的，美国啊，你别以为自己在 AI 的领域上面稳赢中国，因为两边的差距真的只剩下奈秒而已。这个话才说完，我们要来看到他还说了，说华为会取代辉达，也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确实是这样子的吧？这句话好像现在看起来已经要应验了，因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消息，这是来自于华为。它的服务算力效能现在已经正式的突破了，达到辉达 H20 晶片的3倍。尤其大家特别看到的是，华为在云端服务的50毫秒时延之下，实现了单卡每秒生成可以达到2400个 token 的能力。它除了支援自己的大模型之外，现在第三方模型也都可以做支援了，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 Kimi 等等。我们来看到华为的高层张安平他怎么说？他说现在啊，先进制程已经不是什么5奈米、7奈米都不是重点了，现在客户真正要的是这种优质的运算的一个结果才是重点。尤其今天呢，要来特别关心的关键武器来自于华为的，就是它的超节点了。超节点的话，它就不会只是靠单卡的蛮力，而是靠整个系统战。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说，未来它是把数千张的 GPU 集成一个逻辑单元，用这种高速互联技术来弥补传统伺服器，不管是在宽频的这个不足，或者是高时延上面的一个问题，都可以来做补足了。等于中国终于找到了摆脱美国制程封锁的钥匙了吗？这个时候，大陆的国产晶片就可以彻底翻身吗？靠着这样的技术，上志哥怎么看？哇，华为这次宣布这个 AI 晶片，简单讲就是打团体战。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在辉达晶片都是它每一个，我们讲 AI 晶片哦 ，AI 晶片的每一块都非常强哈。当然，它也有自己的，那辉达也有自己本身这些晶片的所谓的这种组装的机构，他们现在不是卖一张晶片而已，他们也卖一个机台。所以这里头，可是呢，现在辉达的这个晶片的机台合并组装最多可以72块。因为它基本上还是所谓铜线跟铜线的交接，就是晶片跟晶片在机台里头是扣在一起，所以合并的运算每一个机台就是72片。那华为这次什么叫它的超节点？简单讲，就是华为现在所做的 AI 晶片。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会听到华为在做麒麟晶片，麒麟是手机的，这种9020，所谓的我们现在讲 AI 晶片、升腾晶片。升腾晶片是什么呢？除了那个核心的晶片之外，它还必须要有 HBM 的高速
高频的部分的这种传输，所以它基本上是把这个晶片放在 HBM 上哈，所以这里头才是我们所谓的 GPU 的这个 AI 晶片。好，华为现在的厉害的晶片是它不只是这一片，没有错。单片上它虽然输，可是我们都知道华为过去做传输系统，所以这次所谓的超节点就是华为能够刚刚讲这一整块的 GPU， 它可以不断的组装，现在最基本就可以组装超过1000多片。刚刚讲辉达72片哦，华为现在就可以做到1000多片。然后，而且以现在的理论值本身，华为可以做到100万片连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新疆最近在过这些算力中心，那地方干嘛？你就可以像你在上海、北京哪里可以放100万片的这个大地方，所以新疆就很合理。所以因此他做的就是现在推出是升腾的云算力，也就是说，他在这云服务里头就。可能最后就建一个上百万级的晶片，而华为的机柜每单位只有72片。当然你可以买辉达啦，辉达可以买很多组装在一起，可是差别在哪里？在辉达它就同跟同是个物理性的接触，但不要忘了华为是做传输的，它在每一个晶片之间是用光传输。为什么它可以连到100万片以上，而且眼前就可以做到1000多片，随便就可以组装的机柜？就是它传输晶片当中，它就是所有就光在传输。所以它没有损耗，因为我们刚刚讲辉达的这种晶片当中传输都有所损耗，算力它不可能发挥算力的绝对，所以也就是说辉达现在的升腾晶片没有错，虽然还是比较弱，可是打团体战总算力来说，就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可以打败至少 H20的这样子的机柜组合，那么提供给刚刚讲，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要知道阿里巴巴或者是 DeepSeek、Kimi 这些都是大数据模型在运算，需要非常大的算力哦。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简单讲说，华为其实找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他站在他自己所擅长的这种叠加的技术，以及至少在做打团体战当中，可能在美国来讲，很多的企业你用华为的72片组装的机柜已经很 OK 了。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它所供应的至少在全算力，因此华为走的商业模式是云算力。所以算力的总和跟辉达可能一块一块很强加起来，而且就华为现在宣布，以他们现有的这个超节点的方式，已经确定可以打败 H20的这个所谓的降阶，原来要卖给中国，但是大陆不卖。但我认为现在最大的关键没有错了，除了这种华为自己的努力之外，主要是中国。因为现在所有的手段已经确定，就要让全中国都不要买辉达的晶片了。从先前说它有后门，说先前希望国产自己买，到现在直接用反倾销等同列入黑名单。所以辉达现在在中国大陆除了走私之外，不太可能。而且中国大陆既然下达这样的命令，这些原本要买辉达的这些阿里巴巴等等的阿里云等等的都不买了。所以最终这些市场的力量会回过头来买华为或扶植中国大陆自己的晶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应该是中国国家战略思考最后的决定。好，所以这样看起来，辉达是完全的被淘汰在中国市场了吗？那大使又怎么看中国这个华为的超节点的这个技术？当然，这个技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技术了。它除了芯片之外，还有它的连接系数，对，它的传输的技术哈。所以它这个低延时延，然后这个传输中间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过去的一些问题，它都迎刃而解。是，所以现在这个 AI 基本上就是从大的算力，然后呢，它的所谓的它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方面功能性的增强所以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那华为是一个系统的整合者跟一个系统的开发者。那现在事实上的话，美国也在整合。事实上，这个 NVIDIA 它是以芯片为主，可是呢，它在做大算力中心的时候，它现在也开始在做。那事实上，这个川普前2天还在吹牛，我想大概是这个黄仁勋他们跟他简介，他说哇，这一个运算中心他说比一个城市还大。那到底多大我不晓得。那他的形容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事实上，在整个这个 AI 的整个这个发展系统的建构上，可以说中国大陆跟美国是举国之力在这拼得很厉害的。是。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超节点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架构。那它是透过高速总线连接多个计算单元。
然后呢提升这个算力计算能力和效率。那么适用的场景呢，包括 AI 的模型训练、大数据的处理，然后大型数据中心、企业级数据中心及小型工作站。所以 AI 搞的，现在华为搞的是怎么样系统的连接？是。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它的所谓的基底还是要靠它的芯片伺服器。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的话，那你这个连接它中间的时延，就是说时间的延，它可以把这些技术都克服。所以现在的 AI 基本上除了晶片以外，还有就是整个系统的建构。那把这个大的算力给各种的这种就所谓的这种运算的这种训练模型给予它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好，华为有了这个新技术之后，我们也来看到，所以它接下来呢，已经宣布了未来3年它有一个新的蓝图，一共是3年的计划。那我们请导播帮我们 take 上面包括了未来3年的蓝图，它主要就是发展在它的升腾晶片上，不管是升腾，我们要先来看到2026年它说发展出的950PR， 这个会搭载自研的 HBM 记忆体，还有互联频宽可以暴涨2.5倍，另外还有升腾960、970等等都会持续的做升级。再来，刚刚提到的超节点也会持续的做发展。最后，我们来看到它也打这个 AI 的人才大战。这个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最新爆料，说华为给他的工程师的薪资比辉达在中国的待遇高出了1倍。所以呢，本来在这个 NVIDIA、AMD 或者是 Intel工作的这些尖端的华人高层，他们也纷纷的回流了，愿意来为华为来打拼了。3年内有没有可能反超辉达？有这么快吗？中国 AI 的华为时代真的在此刻算是正式开始、正式到来吗？华干哥怎么看？身为 NVIDIA 的负责人黄仁勋不能把事情讲得太明显，但是他很怕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工程师私底下就讲，你要问我是多少钱被挖走的，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但是非常具有竞争力。什么意思？1倍而已吗？如果今天是只有1倍而已的话，我觉得很多在美国工作很久的工程师，他不见得那么容易被挖。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举家搬回自己的国家啊！老实讲一句，你归于回又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黄仁勋他很知道，他不但知道我流失了什么，或者是应该讲美国流失了什么，所以他认为说，现在美中之间只有奈秒之差很小。华为3年之内弯道超车，我跟你讲，明天一觉醒来，说不定你就在某些领域被他超过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国家请整个国家之力在支持晶片产业、半导体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老实讲一句，美国他始终没有去理解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而且刚刚那个谁，上次有讲了，他说我干脆我跟你讲，他说他的 Unified Bus 它连接多达15488片升腾的 AI 晶片，15000多片，那怎么连啊？你是不是要等于一个城市一样？本来就是。那我们有这样子的那个计划跟场域，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连接。坦白讲一句，没有一个国家是做得到的。你在美国，你要怎么样？要先选址，再设厂，再开始开发。其实这些东西都经过很多很繁琐的行政程序。所以用这个1万多片的这个晶片的连接，他说，你看那个华为的那个轮值董事长张平安他就有讲啊，未来不是5奈米或7奈米的问题，是云算力一定是要它的品质、它的优越性，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几奈米的差距，而是你的云算力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很多在这个全球它等于实力直牛耳这些客户，他一定要你的算力是有绝对的保障的。升腾960、970在这2年之内，到2028年之内，一定会持续的改进。所以我觉得华为在这2-3年之内，它很可能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而美国可能在这方面必须很认真的跟中国来谈一谈，就是说你是要继续，我现在 H20我都不要了，你现在到底还要限制我什么？对，我以后会有 H20 3倍的算力，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产业里面，我觉得很多惊喜啊，比它的国防武器还要令人惊讶。好，谢谢华根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关心的是俄乌战争，尤其现在俄罗斯又有新的帮手的国家来帮助他了。在这一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战场上面彻底的做了一个翻盘，这是来自于美国情报的《金报》来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古巴派兵来帮助俄罗斯，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俄罗斯除了有北韩的炮弹到古巴的佣兵之外，接下来看到俄罗斯的外援会瞬间的扩张，战场接下来包括了会有出现的就是俄朝古三方的一个俄军联军一起来对抗乌克兰了。前线同样是很惊悚的，这个时候乌军开始针对趁着普丁去参加一个论坛的时候，发动了一个无人机的斩首行动。为什么他这么有把握敢做这样子的一个斩首呢？虽然最后的结果是没有得手，但是俄军针对了这场斩首又在回复乌军做了一个报复性的狂轰，这个是外媒直呼是入侵以来最大的规模的一个空袭行动，一共是出动了700架自杀无人机、50枚巡弋飞弹、2枚极音速飞弹齐发，横扫了乌克兰的多个城市。俄军趁这一次还精准的轰炸了来自于乌克兰的火车站，还有能源系统，要在战场上面做一个全面性的打击。现在有俄朝古联军，是不是也代表普丁现在要做的是绝地翻身？俄乌是否全面失控？再来就是乌克兰怎么有这么样子大的信心可以做这个斩首行动？他掌握到了重要的俄国领导人的情报吗？大使怎么看？我觉得这一次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目标的这个打击第一个规模空前，第二是打击的目标有一点改变，因为大家会比较这个吃惊，就是打了火车站。那火车站是算是一个公共交通的据点，所以这次火车站攻击死伤大概30几人，算是非常的惨重，而且很多都是平民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对普丁的斩首行动一次报复？那当然除此之外，很多它的军事设施，包括乌克兰前一阵子它研发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中程的巡弋飞弹的这个整个工厂也被掀掉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俄罗斯现在对乌克兰来讲的话，就是定点打击，规模越来越大。那当然就是说，乌克兰这一次要斩首普丁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因为乌克兰要斩首普丁成功的几率远低于普丁要斩首这泽伦斯基的这个几率。所以如果说战争朝这个方向走的话，那我比较担心的是乌克兰的这边几个政治头头军事头头他们自己的安危好，那尚志哥呢？我想乌克兰打仗这一场已经打3年多了到如果真的打到明年2月就4年了，很惊人。所以战争一定是这样子，它当然打到一个阶段会有疲态，可是一个阶段就会又杀红了眼。我觉得就是从刚刚大师讲的，如果现在要去暗杀普丁，变成乌克兰的一个整个作战战略之一的话，这个部分所挑动的东西就不只是我们现在看到报复行动了，而且最近确实俄罗斯看起来整个大战略有调整。我们刚刚提到了古巴部分的军队也加入，除此之外，最近他攻击的对象特别也是无人机攻击的部分，包括在北基辅，包括在西乌克兰这里，也包括攻击了美国在方面那边投资的工厂所以也包括那里头一些组装军事的工厂，那军事工厂不见得是乌克兰，是其他包括欧盟投资的军事工厂。也就是现在整个俄罗斯攻击也不只是集中在东部战区这里而已了，各方面的当中全面性的打击，而且会触及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也是俄罗斯的动作。所以我认为现在很明显杀红眼。杀得越来越琐碎，那么对于平民的这些更是不在话下了。好，同一个问题再请教干哥。那等一下我们也会来看到是乌克兰它原本很重要的盟友，现在也在倒戈等一下我们会来关注。先请教干哥同样的问题。好，那你看普丁这次差点在黑海的城市叫利索索契这个城市，他在举行这个论坛的时候，怎么突然无人机打进来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说，哇，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开始准确起来了，是不是可能要斩首呢？不是，如果要斩首的话，一定需要 CIA 的同意，不是川普的同意这么简单而已。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坐标跟数据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斩首行动。这就是所谓对于外界斩首的猜测的疑虑。其实说一句实在话，他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而且一定不会被美国同意。好，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普丁也算是在索契那边算有一些逃过一劫了。可是你要知道说，双方都以无人机互轰啊，光是这几天，俄罗斯就派出了700架无人机啊，也发射了包括匕首飞弹，也就是高超音速飞弹，还有伊斯坎德战术导弹。像这些飞弹，你发射了50多枚。我讲句实在话，那都是对于平民的打击，因为无人机它没有办法在这个战场上夺得真正的主动以及决定性的优势。你还是要用真正的 troops， 真正的部队跟军人去进行进攻，你才能够拿下阵地。那现在最新的消息是什么？最新的消息是，其实老实讲一句，乌克兰军队有讲，他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扎波罗热还有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土地，我们主动撤出，如俄罗斯的请求主动撤出的话，那可能我们会丧失更多土地啊。所以我们必须得到保证啊。问题是俄罗斯永远不会给你任何保证，所以这个战场一直僵持到现在，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那现在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又是雪上加霜。为什么雪上加霜呢？因为那个捷克新总理刚刚上任了，巴比斯他是他以前的总理，巴比斯是完全的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我跟你讲，他其实他跟他自己国家的这个政策观念不太一样，他现在反而倾向于支持俄罗斯，也就是像他倒向了匈牙利的总理奥班。大家知道奥班一向是这个，虽然说他也在北约组织里面，但他们不同意制裁俄罗斯。那现在巴比斯他回任了捷克总理之后，他也跟那个匈牙利结盟。另外还有一个国家叫斯洛伐克，斯洛伐克这3个国家，你想一想，这是在北约东翼的主要的3个国家，这3个国家最靠近俄罗斯，而这3个国家是以前都是支持乌克兰，可是现在没有那么明显的支持的状态之下，我今天说句实在话，对于泽伦斯基来讲，坦白讲，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像这样子的，因为他就是你的邻居，连你的邻居都不是很支持你的话，这个战争接下来要怎么再打下去？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你没有邻居的支持，如果你没有这个北约相对多数的这种就是说 support 的话，那其实老实讲一句，你再战下去的力道跟你的持久度支持力就一直下降下去。然后呢，最近还发生一件事情，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了车诺比核电厂，这个我们特别注意。为什么？大家要知道，在1986年发生车诺比大灾难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炉心熔毁的巨大惨案，然后呢，就只好把整个车诺比核电站用那个就是水泥坟墓一样把它封起来，到现在已经40年了，明年就满40年了。你知道国际上多少专家、多少人道主义者回去探测车诺比是不是能够再住人？40年过去了，那边的动物活得很好，只是他们都畸形。所以你就晓得说，如果连乌克兰的车诺比核电站都会受到这个间歇的无人机攻击而造成断电有30万居民受到影响，你就晓得说，其实乌克兰你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维持这场战争下去，所以乌军的这个困境日复一日，越来越深。那我最后要讲的是，像这个土耳其的外长费丹，他讲说，我告诉你，已经有曙光出现了，可能这几个月之内，俄乌双方就会达成停火的谈判。我不知道这个土耳其外长费丹他是靠他依据什么啊？因为连
川普他都没有这样子讲，他都看不出来，我都看不出来，你怎么看得出来？没有迹象。对，土耳其你为什么会讲这种话？你可能是要博眼球吧？我说一句实在话，我们都看不出来。而且这场战争，解铃还是需要系铃人，应该是普丁跟川普两个人再一次的深谈。有时候说你们在什么状况之下，也许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曙光吧。好，谢谢刚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今天纯军事的消息要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这款是来自于大陆的激光武器系统，现在说可以称霸整个海上的防空。我们要来看到它就是燎原1，可以碾压美国的武器太阳神，全球最强末端防御武器正式开启。今天带大家来特别看到，因为最近确实它在中国大陆的电商平台上面有几款商品特别火爆，一上架就销售一空。那么它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在军事圈被称为燎原1号的这款武器。那么它的激光武器可以碾压美国的，这是来自军事专家的认定，碾压美国的太阳神，荣获全球第1的激光武器的称号，更是海上末端防御的新宠儿。我们先来看到它的一些功能跟它的重点的数据。首先在它的核心优势上面，它的光束发射器的口径确实比较大。如果跟美国的武器相比的话，品质就能够大幅的提升，而且让打击力变得更为强大。那么在扩充的进化上面，也预留了电力可以做扩充的空间，未来就可以提升它的输出的功率。重点是它的成本极低，而且反应力非常的快，在对抗大量低成本之下，它可以打击的就是包括了这是来自于无人机，敌方的无人机如果蜂群做攻击的话，还有这些反舰飞弹做攻击的话，它就可以开启海上的防空无限弹仓的模式。所以节目一开始请教华干哥怎么看燎原1如何让解放军具备全球最强的反制力？刚刚提到了嘛，它的优势包括它的低成本、效率高，能够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末端防御上带来什么样颠覆的改变？好，燎原就是雷射武器啦，就是激光武器哈。激光武器就是呢不用子弹的啊，在不用子弹的情况底下，那你要发挥非常集成高效的功率，你才能够发射到，比如说舰队外面10公里、12公里、15公里啊。也就是说，那个范围，老实讲一句，虽然说不远，但是那个就是最后手段。什么意思？就是说它必须要取代近迫防御系统。什么叫近迫防御系统？就是所有的主要战舰，现在所有全世界的水面战舰都有配备近迫武器系统，就是飞机或飞弹已经打到你的头上了，你现在大概只剩下30秒可以活，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反应过来？就是靠这种雷射武器，或者是近迫武器。我上次有说过，你近迫武器像我们中国海军配备都是 AK630、AK730，现在最好是 AK1130，它还是打炮弹的。每次一打出去，满甲板都是炮弹，不经济，而且怎么讲？它也许有效，可是那是生死关头。那现在 LY-1 这种燎原武器呢，它是用高集成的电力组合。那好，那它现在已经在昆仑山级登陆舰上面试验成功了。美国也有太阳神在哪里？在它的圣安东尼奥级登陆舰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用登陆舰来测验？因为登陆舰大，才可以办法装得进这么多电力的发电系统。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看画面，燎原这个卡车这么大，它那个发射器这么小，为什么卡车需要这么大？体积大概是它的7、8倍大。为什么？因为整部卡车都必须要集成电力。那所以说，其实说句实在话，燎原走在美国太阳神计划的前面好几波。为什么？因为美国始终没有办法让这个集成技术达到最优化。你要真的最优化，你才能够真的可以实现说，我今天在船上面是有效的装备啊。不然的话，我跟你讲，我还是要用硬武器，也就是方阵近迫系统，那个最有效。为什么？因为它不会故障。燎原系统它可能是会故障的，你要知道，因为电力集成一定会故障。那单纯的枪，它拿起来，它不会因为
天气啊等任何因素而不能打，对不对？所以枪炮是稳定的，雷射武器、激光武器是你不能够完全保障的。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这么好，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怀疑，它这么大的车它都做出来了，它可以在以后安装在船舰上面的话，对于未来海战的规模，为什么？因为雷射武器不用成本啊，它就是发射一道雷射啊，发射一道激光，连子弹都不用，所以它不用成本。只是现在的研发成本非常贵，大陆出得起，美国出不起，所以太阳神你就落后啦，就是这么简单。是好，那燎原现在出来之后，马上就有这个国际订单，现在有希望拿到了。他是谁？他就是巴基斯坦巴铁呢。现在这个高层自己出来亲自证实了，说表态想要把燎原1纳入他们自己的国防体系。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次在印巴空战之后呢，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武器就有非常好的印象，因为当时靠的是大陆的 LW30激光系统，成功的打下了80架的印度的这些无人机，所以他们现在希望能够买这种升级版的燎原，那也趁机把大陆的系统推向国际。那当然了，两个重点，就第一个，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它可以弥补它自己的空防系统的一些缺陷。那第二件事情，中国大陆就可以借由这些实战的数据来升级自己的这些雷射武器的系统。那可是重点是中国大陆会愿意卖吗？那如果真的卖了，然后有实战经验，大家就在看说，上次歼10C 卖得很好嘛，燎原有没有也有这样的可能性？大师怎么看？对，当然是有可能的话，因为巴基斯坦，我想现在很多国家买这种激光武器因为它是所谓这种末端拦截了。它不是所谓的这种高空拦截、中段拦截，它是末端拦截。末端拦截的话，它这个武器真的它的成本蛮低的。我看了一个数据说，它每次就是说击发一次成本是$1。当然它的钱是在那个研发中，可是它使用的时候击一次是$1。那就是说它可以10公里这个5公里的话，那现在我的研判，它最有效的应该是打无人机，因为无人机说起来它的速度慢，然后呢，它这个飞的不是那么高，它在最末端的时候你现在看在俄乌战场上，有时候无人机有人是用枪打，对，有人是还有人用什么东西把它飞进你的小无人机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打下来。那你如果有激光武器的话，成本低，那你不必是很大型的，你可能就是中小型的。你在这种重要的据点的防卫的时候有激光武器的话是蛮管用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些激光武器，主要是讲它这个所谓的这种舰上使用的，那就变成它这个不需要具备大量的弹药，因为你要看这种最后的末端的防御体系它比如说以前那个我们用这种75快炮，对，噼啪1秒钟就给你打好几发出去的，啪啦啪啦一开就是那个子弹就跟那个炮弹就跟什么就跟那个什么制造就是好像跟那个爆炸一样全部都是那个炮弹。可是你用这种的激光武器的话，你就可以怎么讲？就可以省了很多的钱。那中国大陆激光武器这个燎原1这次在这个93军演的时候，这个出了大风头。其实它之前也有，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已经买了激光武器。那我自己认为，就是激光武器可能大家最后会对它最欣赏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对无人机在战场上的那能够发挥的效用。那可能就变成就是说会是新形态战争里面大家会认为是对抗无人机的一个利器。有关现在这个激光武器，我讲在中国大陆，我看到一些报道，包括研究论文。大陆上发展很多，他们还是有很多军事论文。它基本上2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航太，也就是说现在对于大陆的激光武器是放在卫星上，未来作为有攻击性的武器，这一块现在也是推进的很深远。那外界当然所知不多。此外的话，就是配备在现在的传统，我们知道刚刚船舰上，以及现在包括这一次93阅兵当中已经看到，就是在战车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很明显，没有说像刚刚大使讲的，就是为了无人机。都知道无人机是未来战争当中非常非常主流的，包括机器狗，不要说那些无人机，还有无人机、无人载具，类似像无人飞机这样子的。
那这些东西未来的高密集，我们经常听到说美国都要买什么乌克兰那些乱七八糟很破的那个所谓的那些无人机都要买几万架所以美国会乱买这些东西吗？没有，不知道会不会买，但就知道未来可能无人机的攻击是几千几万架出现的，你没有办法就传统的弹药打了，一定就是雷射武器。所以雷射武器作为防御性，我们现在其实已辗转听到，包括在一些网络上都有听到说，现在所有能够放的，因为无人机会攻击所有的一切，从空军、海军，包括到陆军，因此它核心的配备本身来讲，其实多方面，我相信中国大陆是全面推进的。只要无人机、无人狗这些再推进，全世界这一些中国大陆在雷射部分一定会领先。当然，我要讲最后要讲的部分是，在有关于雷射部分，其实中国为什么有优势？都知道，刚刚前任干哥讲，能源、电力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每发射那个雷射，不是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这么管一个光柱啊，人家就是可能就几毫米、0.几公分，砰，把你打穿，你那个无人机或你炸弹就烂掉了。所以它其实这种集中式的东西有2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我过去其实参与这个中国大陆的新能源，我非常知道这个后面就是巨大的电池，所以这个电池系统你如何密度很高，要比新能源车的集中瞬间密度更高，要有很新的技术跟很新的材料哦。它可能不只是一般的锂电池而已哦。其次，每打一发很热，因为它很迷中冷却系统。其实美国之所以雷射系统，包括雷射武器，一直始终没有办法控制，除了没有厉害的电池，你除非在船舰上你有一个供电，特别是核动能的部分的航空母舰之外，可其他的东西你电池能够装多大？所以这里还有冷却系统啊，否则在这个战车里头，你一直发射里头你就热到爆炸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锂电池最近都是全世界什么旅馆锂电池都在爆炸发热嘛，所以这里头冷却系统一直是美国没有办法突破的关键。而中国大陆很明显，这几年雷射武器之所以大幅度的突破，就是在于他们找出自己雷射的系统。当然最后还有 AI 晶片控制了。我觉得 AI 晶片控制在现有的我们从沙特阿拉伯在防御的时候已经用到大陆的这个雷射武器当中，很明显非常厉害。所以这里头已经不是人在找了，它完全就是 AI 在找。我个人认为现在所有 AI 导入到整个以中国大陆的武器系统，除了无人载具、无人机 ，AI 晶片一定进去，另外最快进去的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激光雷射系统，在 AI 的技术一定在这应用才可能来对付这些无人机总体的需求。我想这个部分的雷射武器的总体的部分的推进，中国大陆的领先程度，当然我相信这方面其实美国也有它，或欧洲也有它雷射相关的传统的积累。但是武器化还是回到那一点，体系化作战。因为这里头一旦当我们看到雷射武器，它再也不太可能是人一枚一枚的再打下来再打。